最近A 股好像坐上火箭一样，短短5个交易日，上证指数就蹭蹭蹭的涨了21%，深圳成指更是不甘示弱，一口气涨了30%。要说最猛的，还得是创业板和科创板，分别暴涨42%和36%。这是什么神仙行情啊？股民们都嗨起来，连国庆长假都不想要了，生怕错过这波大牛市。最近我的微信很多人都主动找我来聊股票，谈如何投资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平，我是艾拉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欢迎你先订阅我们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有钱人的思维和投资理财的技巧，和你一起慢慢变富。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投资理财。对所有人来讲，我给出的基本建议有以下4条。第一个，对于99%的个人投资者来讲，最好的投资就是大量购买指数基金。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，也就是说，不要觉得自己买股票的表现会比定投指数基金的收益更好。要知道，在中国每年大多数主动管理型基金的表现都不如沪深300指数，而在5到10年的时间里，绝大部分基金的表现要比市场差。在美国呢，每年70%的基金的表现都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。也正因为如此巴菲特在他的遗嘱中写明他的遗产捐赠的之外，绝大多数都要购买标准普尔500指数，可见他对这个指数的推崇。至于为什么专业的投资人反而赢不过市场，你可以自己分析。我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，任何试图打败市场的人，不是在挑战市场上的其他玩家，而是在挑战市场的有效性，也就是挑战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。因此对于99%的个人投资者来讲，最好的投资就是大量购买指数基金，比如沪深300指数。第二个建议，对市场要有信心。股市会涨会跌，有时候还会跌到一大半去，但是从记载的历史来看，它依然是最好的投资方式。因此当你决定要投资股市的时候，我是非常赞同的。比如说从2005年 A 股全流通改革投资1万块钱，到2024年，也就是今年19年过去了，假设我们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年化收益率，比如说9%，这个是考虑到 A 股市场的平均的长期表现来说，这笔投资19年会增长到5.6万元。如果你在美国采取这种方式，在华盛顿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在美国的股市投资100美元，那么今天它已经变成了20亿美元，这是真实的结果，不是估算。虽然巴菲特今天被称为股神，但是客观的讲，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永远相信股市在较长的时间里是往上走的。第三虽然股市在下跌后总会涨回来，但是单一的股票未必。历史上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的长期回报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，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。这些指数在暴跌之后最终能恢复，但是指数成分股公司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。比如曾经的中国大盘股之王中国石油，自2007年高点至今仍未恢复。再如曾经的明星股乐视网，如今已经退市。这说明投资单一的股票，即使遇到明星公司，也未必能长期赚钱。第4个投资建议，时间是你的朋友，但是时机不是。这是《漫步华尔街》的作者，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基尔讲的。我经常说，耐心是成功的第一条要素，耐心在股市投资上也非常的重要。在过去45年的时间里，美国股市的回报大约 7%， 略低于 8%， 到今天大约增长了20多倍。但是如果你错过了股市增长最快的25天，那么你的投资将会少一半，每年只有 3.5%， 这样45年下来，你的回报才不到4倍，也就是说财富减少 80% 多。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错过了2024年9月24日到9月30日这几天 A 股的股市，那么你投资回报率将会减少 40% 以上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按照每年 9% 的收益，
40%相当于你3年的投资收益，也就是6天的时间等于3年的时间。当然，至于这6天什么时候来，没有人会知道。聪明的投资者永远在股市上投资，而不是试图投机，挑选最低点和最高点。因此走出坏运气的关键是耐心，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。基于上述的4点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投指数基金 ETF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指数基金。指数基金是一种被动管理的投资基金，其实就是一种平均数。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就是从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所有的上市公司中挑选300只最厉害的股票组成一个平均数。那投资沪深300指数呢，就相当于把你的钱平均分配到这300只股票当中。这种基金的目标呢，就是保持和市场平均的水平，而不是试图超越市场。投资指数基金ETF 有5个特点。第一，交易比较灵活，可以随时买卖，价格实时变动。第二，费用比较低廉，管理费和交易费通常低于普通的基金。第三，透明度比较高，投资的组合每天都公开的。第四，分散投资，一次买入即可获得一篮子的股票。第五，长期表现比较稳定，长期来看优于大多数的主动管理型基金。那怎么买指数基金 ETF 呢？其实 ETF 的买卖就和普通股票一样，非常容易，你只需要有一个股票账户就行。如果你还没有股票账户的，可以私信我们。至于定投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定投的意思就是每隔一段时间，你就用固定的钱来买入 ETF， 不管市场是涨还是跌。如果股市上涨，同样的钱买到的股票的数量就会减少。但是如果股市下跌，同样的钱买到了股票的数量就会增加，这样一来，平均的购买成本就比较低。当然，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要相信股市。大部分人在股价上涨的时候就觉得股票太贵了，试图等待回调的时机，但是总是永远达不到心里的预期。当股价开始下跌，很多人又因为恐惧而不敢买股票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当作傻子一样，做到股市涨也买，跌也买。如果你现在就要投资，那我建议你拿出1/3的钱来直接购买沪深300指数 ETF， 过个2-3个月再投入1/3的资金，3个月后到半年的呢，那么再买入最后的1/3。如果你每年能有7%的回报，那么根据72法则，10年左右的时间，你的资产就可以翻一番。最后我想和你说的是，如果一旦买了股票，就不要去天天盯着价格，这样会患得患失。股市每年会涨10%或者跌5%，这些涨跌不会平摊到每一天，每一天的波动相对而言要大得多，涨跌2%到3%都是非常正常的。很多人看到股市上涨就把自己当成股神，看到股市下跌就觉得茶也不思饭也不想，这样的人呢不适合做投资。事实上，天天操作股票的人都是在向股市送钱的，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赚钱。对于年轻人，有的是时间等待股市上涨，因此买完股票就别问涨跌了。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的建议，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。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。好，我是建平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